川岛芳子，一提到这个名字，每个人的脑海里可能会浮现出不同的形象，一个美丽动人的交际花，一个卖国求荣的大汉奸，一个英姿飒爽的男军人，一个心狠手辣的女间谍。他不仅一生都在谜团之中，连最后的死也留下了未解之谜。我是 Klaus， 欢迎来到历史新观察系列，用全新的视角带你重新认识历史人物。川岛芳子是一个极度有争议的人物，他做过很多中国人眼里的坏事，参与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东北王张作霖，秘密转移了婉容皇后，帮助溥仪做满洲国皇帝，挑起了日本进攻上海的128事变，还有更多的间谍和刺杀活动。所以川岛芳子最后被以汉奸罪判处死刑。这时候可能有人觉得奇怪了，川岛芳子不是日本间谍吗？怎么又成了汉奸呢？其实川岛芳子并不是日本人，川岛芳子原名爱新觉罗显瑜，从这个名字也能看出他是皇亲国戚。他的父亲是鼎鼎大名的肃亲王，他也就是金枝玉叶的格格，末代皇帝溥仪的表妹。不过即便如此，说川岛芳子是中国人，那么他就是汉奸了吗？也不是，汉奸一词指代背叛汉民族的人，那么川岛芳子是满族人，自然也就不可能是汉奸了。如果我们用汉族的民族大义去批判他，也就有失公允。不过可能有些人会说，他背叛的是中华民族，可中华民族是近代才发明出来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而且56个民族里面还有俄罗斯族、朝鲜族等，难道俄罗斯、朝鲜、韩国也都是中国人吗？而且这种以政权的管辖范围把人民笼统到一起成为一个民族，也是不符合逻辑的。比如如果说日本当初统一了中国，那么现在的中国人是不是应该唱57个民族是一家呢？这是一样的合理还是一样的荒谬呢？所以要以客观的立场看川岛芳子，就应该从他作为一个满族人来看，更要从他作为一个简单的人来看。如果我们单纯的看川岛芳子的一生，其实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简单来说就是4个字：身不由己。川岛芳子的人生自己从来没有决定过什么，一生都在被命运所玩弄。他虽然出生在皇族大家，但是大清国已经摇摇欲坠。1912年清朝覆灭，才6岁的川岛芳子被试图拉拢日本复国的父亲送给了日本的川岛浪速做养女。他哭着对自己的母亲说，不想去日本，不想做日本人。在日本，他从小接受了军事和情报的训练，2次跟日本军人的恋爱都以失败告终。而且在17岁的时候，他被养父强暴，那个时候生父肃亲王也已经离世，他的遭遇无人诉说，从此导致他的性格大变，多次自杀未遂。后来21岁的他又不得不遵从生父的遗训，与蒙古王子结婚，这是一场注定不会幸福的政治婚姻。所以3年后他逃走，加入了日本在东北的关东军。这些不幸的遭遇让他在后来一直都是与男人应酬，再也没有过一段真正的爱情。直到日本战败，他被送上了军事法庭，这时候日本人的身份能让他免于死刑，结果3年都没能等到从日本寄来的户籍证明。他的一生想做大清国人做不成，想做满洲国人做不成，想做日本人时又做不成，最后唯一做成的却是一个满人，成了汉奸。大清国灭亡之后，满族一度受到汉族的欺凌，甚至是屠杀。高高在上的满人从云端坠下，不仅失去了特权，甚至还要隐姓埋名。回到中国的川岛芳子也不得不改姓金，取名金碧辉。作为没落了的满清贵族，希望复国，让自己的民族重新受到尊重，也是人之常情。不止如此，1924年的民国北洋政府撕毁了清朝退位协议，将末代皇帝溥仪赶出了皇宫，而且也不再给予皇族供奉，这使得满清贵族失去了最后一点遗产和尊严。如果我们站在满族的民族利益来看，川岛芳子的形象将会完全不同。他做的最大的3件事：1. 炸死张作霖； 2. 上海128事件； 3. 秘密转移皇后婉容，促溥仪登基。
这3件事都是发生在满洲立国之前。这些与其说帮助了日本，更是帮助了满洲国。他为满洲国立下了大功，所以备受日本人的重视。1932年满洲立国，他被授予满洲国安国军总司令，但这也是他人生的巅峰了。此后他在满洲国日益感受到满洲国实际上是日本人的傀儡，他便开始慢慢地培养自己的势力，利用自己的计谋和美色游走在日本与满洲国之间，对日本方面的军政命令阳奉阴违。所以在满洲国建国仅仅3年之后，他就引起了时任关东军总司令东条英机的不满，在奉天被软禁了3个月。后来他还和国民政府的军统头子戴笠联系上了，私下里给了他很多日本在中国的间谍名单。到1939年底，中日战争陷入僵持的边缘，川岛芳子偷看了日本的情报，得知东条英机有想与中国和谈的打算，川岛芳子喜出望外。作为满族王室的他非常清楚，不管是中国赢还是日本赢，满洲国都不可能存在。如果日本战败，满洲国一定跟着灭国，而如果日本统一了中国，那么傀儡的满洲国一样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只有中日和谈才能维持现状，满洲国才有一线生机。所以川岛芳子势必要把握住这个机会，他亲自到东京，试图说服东条英机，让他下定停止战争的决定，并以自己中日2种身份的关系毛遂自荐，请求担任和谈大使。但是一方面当时的东条英机对于是否和谈并没有下定决心，事实也是如此。2年后他还发动了珍珠港事件，把美国也拖入了战场。另一方面，他对川岛芳子这种私自偷看自己军事情报的行为非常恼火，所以当即将川岛芳子抓捕并入狱拷打，一直到半年多后，在他养父的帮助之下才得以释放。但是回到中国的他还被东条英机多次暗杀，从此之后他也就再也没有参与政治活动了。所以当我们用汉族的民族大义去评判他，那他就是汉奸。可是当我们站在满族的民族大义来看，他却是民族英雄。就这样的一个人生，家族的使命，民族的包袱，悲惨的遭遇，动乱的时代，对于他的是非对错，我们又能把多少归咎于一个个人身上呢？上一期视频我们讲述了中国的地方自治阶层士绅的消失。网友戴眼镜的兔子说，士绅阶级仍旧存在，只是变成了中央指派的傀儡。网友 Fetch 说，特权阶级不等于士绅阶级，士绅阶级的权力来源于自身的统治力，因此能不依赖中央而存在。但中共底下的官员其权力都来自于中央，因此不可能独立于中央，甚至与中央抗衡。网友 Derry Chen 说，就是古代中央帝国允许黑社会存在并互相依赖，但是共产党成为最大的黑社会后，便要消灭潜在的竞争对手。网友习氏病毒帝国说，就是中国的氏族或氏族，很多氏族可以延续上千年，譬如红农杨氏。北方氏族累世传递，他们集土地、资金、官僚资源于一体，任何人来做皇帝都不敢得罪他们，只能巴结他们。所以有话说，流水的皇帝，铁打的氏族。网友匡生说，我爷爷就曾是江南的乡绅，曾带领乡亲们英勇抗日。50年代反右的时候，被冤枉私藏枪支等其他罪名坐牢20年，家产房产没收，2个工厂所谓公私合营，奶奶一人养大2个孩子，父亲品学兼优，却被迫支援边疆，挥洒青春。70年代爷爷平反，赔了2000块钱。江南其他的乡绅也大都类似的命运。父母后来到了上海，纯粹靠自己的努力重新开始，也买上了大房子，总算有个不太差的结局，在支边青年中可算是百里挑一了。最可怕的是我父母是坚定的爱国者，觉得是共产党让他们过上了不愁吃不愁穿的好日子，还整天跟我说苦难是人生的财富。这些给我们带来苦难的明明是全家的仇人，却说给我们带来了财富。明明有桥的大路不走，你要我去摸石头。除了最不发达的国家，哪个国家有这么多勤劳智慧的人民会缺衣少食？明明每个正常人的人生就已经够艰难，需要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人生还有这么多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去做，这需要人生的整体规划，一步一个脚印。你却要跟我说尽量去花心思，去感受苦难，做受虐狂。这几千年的中央集权的骗术已经到了极致，他们这一辈的人被洗的只记得帮奴隶主数钱了。好了，喜欢的朋友点击订阅，继续跟 Klaus 用新视角看历史，我们下次再见。